穿越洪荒成为河神不到2分钟，就被自刎陈塘关的哪吒砸中脑壳，懵逼的我拖着3个哪吒从河中冒出。李靖呢？你到底丢的是女哪吒，还是这个金刚芭比哪吒，亦或者是那个已经自杀身死的哪吒？一瞬间，无论是老龙王还是四海之人，脸上的笑容都僵住，而李靖和陈塘关的人也都是一脸懵逼的看着那盘踞发髻的河神。李妈，这是怎么回事？原本正在开心品茶的太乙真人，顿时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开什么玩笑，哗众取宠！太乙冷笑一声，本以为会有意外发生，现在看来是他多虑了，一个跳梁小丑而已。随后太乙真人颇为满意的看了眼自己眼前那具已完成的莲藕分身，有了他，这一次的谅解自己算是度过了。说实话，东海龙王一开始心里还有点慌，要知道他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那些给弄死。事实上，当他们出兵攻打陈塘关的时候，四海龙王都有些慌乱，毕竟就算圣人不出手，哪吒也是个人物，如果双方真的打起来，那么四海也会受到重创，这要是出了问题，那才是真正的麻烦。然而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咋忽然跳出来一个跳梁小丑一样的存在？相较于东海龙王这边，陈塘关众人先是一脸呆滞，紧接着就是一种绝望的感觉。凭什么？虽说众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人族是洪荒世界的天地主角，可是在人族领地，龙族可以轻易的杀死人族，然后全身而退，这是对人族的侮辱。原本众人还期待这条河中会有一位人族强者出现，给四海龙王上一课，但现在却出现了一个如此哗众取宠的河神。多谢仙师，李靖对我拱了拱手道谢，最起码我还是带着他儿子的尸体回来了。李靖，你刚才掉的是女哪吒，还是金刚芭比哪吒，又或者是方才自杀的哪吒？让李靖有些意外是，那个扎着丸子头，眼睛眯成一条缝，看上去有些滑稽的河神，此刻又开口了。这时众人才看清，在我的头顶之上悬浮着3人，第一个人影正是已经陨落的哪吒，脖子上的伤口很深，甚至可以看到里面的骨头。第二个人影就漂亮多了，虽然看起来像是个女人，但还算正常。而当众人看到第3个人时，一位年轻的龙族没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就连一旁的李靖都有些无言。开什么玩笑？前2个哪吒再怎么说还算有个人样，可第3个哪吒虽然长得也很好看，然而身材魁梧，肌肉虬结，这他妈是从哪挖出来的肌肉母呢？原来如此！南海龙王放声大笑，对着李靖露出了几分傲然之色。这位河神分明就是想讨好四海龙族，此刻正拿李靖开涮。毕竟李靖只是一个人族罢了，至于那个河神，无非是想巴结自己。要知道人族的江海湖泊大多都在龙族的掌控之中。此刻李靖的双拳顿时攥紧，一对眸子也变成了血红之色。该死的混蛋，你把哪吒逼到了绝路，现在还羞辱我！我丢的哪吒他已经死了。李靖咬着牙吐出几个字，当场发作是不可能的。这群畜生，自己现在打不过，而且自己的背后还站着陈塘关内的百姓，你还算老实？我听到李靖开口，顿时微微点头。那小眼睛那娘炮模样，让李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李妈的欺负老实人啊！老子要是有本事，非把你这只小眼睛的河神给砍了不可！前辈，您可以吧？想要这金刚芭比？行，送你吧。什么鬼？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愣住了。金刚芭比，哪吒，爹爹！就在这时，一声清脆的响声让所有人都回过神来。我靠，这畜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是一愣。开什么玩笑？这分明就是在戏弄李靖啊！就连四海龙族此刻都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我。天庭册封的河神竟然如此勇猛，一时间四海龙王的脸色都有些古怪。好样的！要是他今日还能活着，未来倒是还能提拔他一番。西海龙王喃喃自语：陈塘关终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就是他们4人来了。今日虽有水淹陈塘之虞，其实最多也就淹没了1/10的面积。这个小河神屡屡触怒李靖，今日8成完蛋了。一时间四海各族都在幸灾乐祸，至于帮河神一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李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但能看李靖出丑也是一件美事。爹，你咋不吭声呢？又是一声脆响传出，哈哈！父亲见到哪吒复活，肯定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吧？哪吒笑着说道。虽说他被逼自杀时是真的对李靖恨之入骨，但现在他却似乎明白了自己父亲的良苦用心。闭嘴，何方妖孽！可下一瞬，李靖却抽出长剑，怒目而视。这是他的儿子吗？开什么玩笑！哪吒只有7岁，而李靖下意识的看了眼面前的哪吒，李妈足足有2米多高，身上的肌肉堪比巨熊，而且他长得还挺好看的。这模样要多怪异有多怪异！哎呀，河神给我换了一具新的身体。下一瞬，在李靖惊骇欲绝的目光中，哪吒本能的一掌拍出，李靖瞬间只觉时光仿佛凝滞，天地之间似乎就只剩下了这一对大了2倍的手掌。不要！李靖的长剑终是挡住了这一掌，警兆虽未散去，但李靖心中也略微放下心来。他手中之剑虽称不上灵宝，却也是一件后天法宝，坚硬程度自然不容置疑。然而下一刻，剑碎了，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一口鲜血从李靖口中狂喷而出，而他整个人就像是陀螺一般在空中盘旋起来。哎呀，父亲，你还好吗？哪吒当即匍匐在地，口中唤着李靖之名。这小子肯定是在报复，绝对是。这难道李靖已经死了？东海龙王看到这可怕的一幕，喃喃自语：这也太悲催了吧。事实上，东海龙王认为，换作是任何一个普通人族，挨了这么狠的一巴掌后，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恐怕这一掌就能要了李靖的命。哟，李靖，看来你挺喜欢这位肌肉发达的哪吒。的确，这哪吒好可爱啊！我忽然开口如此说道。闻言，李靖满脸黑线：你什么时候看我喜欢这个狗日的金刚芭比哪吒了？你这个混蛋，怎么不还我原本的哪吒？还有，你说的话怎么这么娘娘腔？你一个大老爷们，用这么娘里娘气的语气说话，真的没问题吗？
我知道我长得很可爱，河神哥哥，你就别夸爹爹了，他会害羞的。可爱你妹啊！那好吧，下次别往河里乱扔东西。我双眼微眯，缓缓说道。众人震惊了，感情这是大事，怎么就不能在河里扔东西了？然而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我的身影就在一片浪花之中，慢慢的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等等，这金刚芭比哪吒身上的气息与灵魂，怎么跟先前哪吒一模一样？忽然在四海龙王背后，一位始终未曾开口的老者，一副见了鬼一般的表情，失声道。四海龙族的脸色瞬间僵硬了，同样的灵魂气息，难道哪吒真的活过来了？一时间惊呼声四起。就在刚才，在他们的注视下，哪吒死的不能再死了，就连他的魂魄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入了幽冥地府。想要让哪吒死而复生，必须要有真正的大能出手，并且辅以一件先天级的宝物，只有这样，哪吒才能复活。可是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先天宝物难寻且不说，洪荒又有多少大能能让地府如此重视？可现在哪吒的确活了过来，难道这位河神其实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北海龙王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可思议。最恐怖的是，这家伙竟然连1秒钟都不用就把哪吒给复活了。这得是多么强大的存在！此时金光洞乾元山内，太乙真人望着哪吒的魂灯，默然不语。魂灯都灭了，还能再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那个什么河神，又是什么鬼？太乙真人一阵头大，身为阐教12金仙之一，他自然知道洪荒强者如云，一些强大的存在，连自己都不敢得罪。当然，这仅限于那寥寥几个存在。真正说起来，3界之内，圣人道统绝对是可以横着走。可很显然，这位河神肯定不是什么厉害人物，否则谁会屈尊在天庭当一个小小的河神？毕竟别说那些大佬了，就是寻常的散仙也不愿意去天庭当仙人。道士也不必多虑，那位河神为哪吒打造的肉身，并无任何法力，只是一具凡体。太乙真人望着自己拼成的连人，喃喃自语：这样的话，四海龙王今日仍然可以为所欲为。毕竟只是一具凡体的哪吒，显然没有能力反抗什么，到时候就可以用莲藕分身，再给哪吒炼制一具新的肉身。这样一来，太乙真人就能躲过这场浩劫，多好！陈塘关内一片死寂，四海龙族众人都有些惊惧地看着哪吒，以及陈塘关下面的那条大河。无论这河神是谁，我们都要让他付出代价。更何况这哪吒现在根本就是徒有其表。东海龙王咬牙切齿地瞪了哪吒一眼，厉声喝道：哪吒，还我儿子性命！谢江，去弄死他！紧接着东海龙王的声音响起：哪吒就算真能复活，东海龙王今日也必要杀他。如果能复活2次，那就杀他2次。然后东海龙王就看到了旁边那一脸清秀、身材魁梧的哪吒，他的嘴唇都在哆嗦。果然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不过无论如何，哪吒今天一定要死在这里。一头谢江瞬间就冲到了城头上，给我去死吧！谢将军嘶哑着嗓子说道，眼中露出了一丝狰狞和得意。先前哪吒那么猛，他的兄弟们都死在了哪吒的手里，可现在哪吒压根就是一普普通通的毛头小子，眼前的哪吒，别说是他，就算是一只小虾兵，也能将他斩杀。毕竟别看这哪吒长得壮实，可他身上没有半点法力，不要伤害我的儿子。躺在地上口吐鲜血的李靖瞬间站了起来，护住了哪吒。一声清脆的响声，紧接着一股巨力传来，李靖顿时倒飞而出，落在了城头。若是李靖全盛之时，区区一个谢江他还真不惧。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被哪吒一巴掌给打飞了。李靖原本只觉得自己并没有受伤，但实则整个人却是半点力气都使不出来。所以谢江猛击之下，李靖自然横飞出去。李靖的身躯坠落在地，眼看着就要被菏泽的江水吞没。爹爹！哪吒看着眼前的一幕，忍不住喊道：该你了，小子！谢江挥舞着剩下的一只巨钳，不要问另外一条钳子在哪，自然是被哪吒不久前给夺断了。这时那谢江看着哪吒，眼神越发凶狠：你打我父亲，你这个坏蛋！哪吒挥舞起不善大的手掌，对着谢江便是一巴掌抽了过去。谢江一脸的不屑。而在哪吒身后，一些懂得炼气之术的陈塘关内之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说不恨哪吒那是假的。如果不是哪吒的话，今日陈塘关何至于此？不过随着哪吒的自尽，百姓们心中的怨气也就烟消云散。而现在哪吒又活了过来。如果说先前的哪吒是灵光一闪，锋芒毕露，一看就知道是个高手，而如今哪吒虽然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魁梧，但是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也就是和正常人相比，哪吒的身材给人一种压迫感吧，实则毫无法力，甚至就连其体型与那谢将军相比，都显得有些渺小了。真要交手，必死无疑。呵呵，我看你还能活多久？眼看着一人一谢就要撞在一起，东海龙王哈哈大笑起来。就算哪吒死而复生又如何，一样要死。虽然先前他也被哪吒的体型给吓了一跳，五官端正可身材魁梧，虽说3界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简直就是个怪胎。莫非这就是那个冒充河神的家伙的特殊癖好？东海龙王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测是对的。而此刻江里，阿倩撒着马尾，眼睛微微眯起的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哈欠。哎呦，着凉了，吃个桃桃馅。忽然面色一凝，原来是一道人影掉进河里。我的天，这些人怎么都喜欢往河里跳，好可怕！哭哭。同一时间，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哪吒那巨大的巴掌终于拍在了谢将军的身上。东海龙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四海龙族以及陈塘关的所有百姓都用一种见了鬼的表情看着这一幕。两个身材完全不对等的人，
在众人眼中已经失去修为的哪吒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完全凭借肉身硬抗的话，根本就没有任何胜算。然而实际上发生的画面是，谢江的钳子直接砸在了哪吒的身上，接着这只足有10多米高的巨型螃蟹就在半空中滴溜溜的转着圈，同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这一幕和李靖先前一模一样。四海龙王撇了撇嘴，李妈不会是那谢江在耍我们吧？你的演技也太烂了吧！一头巨大的章鱼对着那头章鱼发出了嘲讽的声音：臭蟹，叫你揍我爹！而下一刻城头上的哪吒却仿佛根本没有看到周围人的脸色一般，又是一巴掌拍了下来。四海水族的头都不由自主地往后一缩，又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连四海龙王都不由打了个寒战。一道道清脆的响声传来，而这一幕也让所有人彻底发了，这也太狠了吧！堂堂谢将军居然被人打成了一堆马赛克！等等，这头谢将居然还活着！一众水族忽然惊呼出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被打成了马赛克，他还能呼吸？连东海龙王都倒抽了一口凉气，他总觉得这只谢江是在演戏，但谢江到底来自东海，而东海又跟哪吒有仇，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东海龙宫的颜面将会荡然无存。哪吒，你好大的胆！竟然河面上掀起了滔天巨浪，一瞬间，所有人都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东海龙王脸色又是一僵，还让不让人把话说完了？年轻的哪吒呢？你钓的是哪吒？你钓的是这个普通李靖，还是托塔李天王？又或者是这个会用剑的李靖？眯着眼睛，丸子头，一身青衣，说话慢条斯理，颇有几分娘娘腔的味道。当众人看到我时，顿时彻底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德，当初咱们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哪吒给弄死的，但现在这看似柔弱的河神，却是将哪吒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你特么是故意针对海族的吗？哟，河神大哥来了！哪吒将谢将军放了下来，看着被林峰抓在手里的李靖，脸上满是欣喜之色。要说哪吒是高兴，那陈塘关的人却是五味杂陈，嘴角都在抽搐。难不成李靖大将军也要像眼前的哪吒一样，画风突变了？河神，您确定要与我龙族为敌？东海龙王强忍着怒火看了河神一眼，眼前这位河神在东海龙王眼里肯定是个大人物，而且是个很牛逼的大佬，否则河神也不会随便就把哪吒的肉身给换了。尤其是现在那3个，李靖立在河神头顶，第一位李靖倒也不必多说，分明就是之前被哪吒打了一记耳光的那个。可这第二个李靖到底是怎么回事？托塔李天王仅仅是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李靖体内蕴含的恐怖神力，强者绝对是个高手。而且第二个李靖手里的那个小塔，明显也不是一般的小徒，得罪不起啊！还有第3个，东海龙王目光一扫，便没有再理会。这第3个李靖的实力，甚至还不如原本的李靖，分明就是个凡人。李靖还会用剑，这是什么鬼东西？凡间的剑法，在东海龙王眼中根本不算什么。然而他还是不放心，如果哪吒选择了托塔李天王呢？那四海龙族这次是真的颜面扫地了。四海龙族，我也是一怔，随即目光落在了东海龙族的身上。喂，有没有想买西瓜的？啥？东海龙王疑惑地问道。什么叫卖西瓜？这家伙还兼职卖瓜。我的西瓜保熟，而且秤下也没有磁铁。要是西瓜不熟，我把生瓜蛋子吃了好吗？这样一来，就是华强也挑不出毛病来。一道含糊不清的声音响起，而东海龙王则瞬间面色一沉，这特么是在玩我啊！神特么的，世间怎么会有如此优柔寡断的人？卖瓜？我卖你妹的大西瓜啊！我龙族中有一尊开天辟地17的大佬，只比其他6省稍逊一筹，你就不怕与我龙族为敌，引来不识大敌吗？东海龙王狠狠地瞪了河神一眼。东海龙王觉得自己要是有能力把这婆婆妈妈的河神揍一顿，那现在就得把这货打个半死。李妈，看他这娘炮样就让人想揍他。然后四海龙族就发现这位河神竟然不说话。我眯着眼睛看向了四海龙族，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东海龙王不自觉的有些自责，果然这家伙是在忌惮龙族，好可怕！宝宝被吓到了，吓你妹啊！能不能正经点？你脸上一点都没有被吓到的样子。就在这时，哪吒忽然开口：“河神大哥，我考虑清楚了。”四海龙族们一听，心中都是一震。哪吒复活还好，大不了再威胁哪吒一次，让他去自尽。虽说那些将军被打得血肉模糊，哪吒实力之强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但实际上这没有任何意义。不就是一只谢将军吗？在龙宫里能胜过谢江的，没有100个也有10个，也有不少人能够像哪吒一样一刀斩杀谢将军。就连全盛状态的哪吒也是被他们活活打死的，更何况是此时的哪吒。因此，尽管心中震撼，但四海水族并没有被吓到。可是现在，这尊河神再次出现，却让东海龙王等人有些慌了。第一次或许只是一个意外，第二次你丫的又出现了，这还叫巧合？四海龙王的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刚才自己说出他们龙族始祖时河神当时的神情啊，好可怕！李妈，这是一个普通人该有的反应吗？这他妈是害怕，这特么分明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搞不好以前还是他们龙族的敌人。东海龙王倒是不担心这顶大门亲自出手收拾他们，这样的大人物绝对不会插手小辈间的争斗。可是万一让这疑似大能的河神借刀杀人的话，把哪吒弄死，别让他开口。东海龙王忽然厉喝一声，这李靖父子分明就是这大能选中的那把刀，借刀杀人的刀。3个李靖，另外2个暂且不提，第2个托塔李天王一看就是个高手，我调的是第1个爹爹。这一刻，所有想要冲向哪吒的水族都停了下来。什么鬼？第1个李靖？李妈，不会选就别选啊！这种情况下，不是应该选择最强的那个吗？反正李靖的灵魂也没改变，也就是改一改皮肤的事情，关键还能变强。果然，哪吒还是个孩子。小哪吒，你还挺老实的嘛。那我就把第3个李靖送你，他还会一点剑法。
一名李靖手中提着一把铁剑，忽然立于哪吒身旁。怎么感觉这两个人的对话永远不在一个频道里？哎，哪吒，你这是在滥杀无辜啊！只见李靖指着那被打得血肉模糊的谢将军，忽然怒吼一声：“父亲，他不会有事的，我会让他恢复的。”然后哪吒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蹲下身子认真的听了起来。我去，蟹黄都流出来了，你还在假惺惺拼市侩？哈哈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下一刻，陈塘关内顿时响起了东海龙王的大笑之声。东海龙王在这一瞬间似乎有些理解了，为何河神要这么做。虽说这2号已经看上去挺厉害的，可是这河神对于龙族老祖依旧是有些畏惧的。于是河神便以礼相报，将这个修为最低、仅懂几手剑法、与凡人无异的李靖送给了哪吒。他竟然害怕了。不过想想也对，龙族老祖可是仅次于圣人的存在啊！哪吒，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活下来。东海龙王身形一动，准备动手。等等，突然，原本慈眉善目的李靖挡在了哪吒身前，低声说道。东海龙王眉头一皱：“你一个凡人，居然还敢挡我的路，不想活了吗？”李某乃大商第一剑客，小儿若有冒犯之处，李某在此向你道歉。可要是还想针对小儿，就要问问李某的宝剑答不答应。霎时间，李靖衣袂飘摇，宛如一位盖世剑仙。哈哈哈哈！大商最强的剑修。半空中，东海龙王突然放声大笑，丝毫不顾自己的形象。李靖面色顿时一沉：“我堂堂大商第一剑客，这有什么可笑的？抱歉，实在是忍不住。”东海龙王见李靖黑着一张脸，口不择言的赔了个不是，主要是这太搞笑了，实在没忍住。东海龙王强忍着笑意说道，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李某从不撒谎。”李靖右手按在腰间宝剑之上，徐徐说道：“少废话，动手！”东海龙王大手一挥，顿时密密麻麻的海族军队就杀了过来。东海龙王之前的担心，在这一刻更是荡然无存。就算是那个冒充河神的大能又如何？说到底，还是忌惮他们的龙族老祖宗。此时，东海龙王目光落在了李靖握剑的右手之上，目中带着几分轻蔑。大商最强的剑修，去你奶奶的！你就不能换一把更好的剑吗？区区一把普通的铁剑，本座一只手都能掰成2半。大哥，让我来对付哪吒！南海龙王自告奋勇说道。好，那我就来对付这个李靖。东海龙王点头，哈哈一笑。然而李靖刚一提剑，东海龙王竟然瞬间出现在了李靖跟前，跪倒在地，赤手空拳地抓住了李靖的剑。南西北3大龙王的脸色都是一僵，不明白自己大哥为何这样。这一刻，所有正听从命令准备进攻的海族虾兵蟹将都陷入了呆滞之中。我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的龙王怎么会摆出这么尴尬的姿势？要说这一刻谁最猛逼，这自然就是东海龙王。我操，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法术？本王怎么可能自己过来？赤手空拳，空手接白刃。东海龙王身形一闪，连忙朝着远处退去，脸上更是露出震惊之色。方才是我大意了，这一次李靖又是一提剑，东海龙王再度跪倒在地。怎么本王又特么跪倒在地？空手接白刃啊！大哥，你这是在演戏吗？南海龙王喃喃自语。东海龙王要不是装的，鬼特么怎么会摆出这么丢人的姿势？徒手抓剑。东海龙王虽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但却感到身后被无数道目光如同刀子似的疯狂管肉。怎么会这样？此刻东海龙王整个人都不好了。东海龙王原本还觉得李靖自称大商第一剑客，不过是在吹牛而已。然而现在东海龙王本能的有些信，如果真有这种空手接白刃的古怪法术的话，也许真的是啊。东海龙王的脑海中忽然又浮现出那个河神的身影，顷刻间他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东海龙王这会连再战的勇气都提不起来。这一刻，敖广与4海龙族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了李靖身上，想要知道真相，因为河神大人讲赐老夫的设定便是100%被空手接白刃，怎么会有这种设定？4海水族只觉得自己智商被人疯狂的踩碎，然而众人又想起了方才东海龙王的表现，他们不相信也不行啊。然后就是一片寂静，100%被空手入白刃，这样的法术听上去并不怎么吓人，毕竟杀不了人。可是如果真的是强制性的话，那就太可怕了。一个强制控制的技能，这还怎么打？最重要的是用双手去抓长剑，那个姿势实在是太丢人了。4海龙王的表情有些纠结，虽然这个技能有些诡异，但4人还是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个问题，这不是法术，而是法则，而法则之力，那是金仙才能初步掌握的东西。4海龙王不禁都打了个寒战。爹，我拼完了！忽然远处传来了哪吒激动的声音，4海龙王的目光随即都落在了哪吒的身上，接着众人的嘴角都开始剧烈的抽搐着。从一开始哪吒就一直在组装蟹将，现在所有的零部件都被组装好了，可是特么的种族都变了，你拼的是什么东西？把一只螃蟹给拼成了一条狗。退！东海龙王在短暂的寂静之后大手一挥，而后这支庞大的龙族大军便开始徐徐后撤退回东海。怎么会这样？3海龙王传音询问，目光落在敖广身上。李靖的实力看似不可战胜，但其他3大龙王很快就想好了对策。李靖拥有法则之力又如何？圣人教派拥有的天罡36种变化，每一种变化都蕴含着一丝规则之力，而龙族自然也有类似于36天罡的功法。而且就在刚才，他们也意识到了李靖这个法则设定的破绽。李靖是一人独剑，最多只能强制禁锢一人，众人同时出手，李靖如何能同时让众人赤手空拳去接长剑？自然是要被一剑斩杀的。100%被空手接白刃，那被接白刃的家伙
起码也得有手吧？海族中没有手的妖怪太多了，任何一只都足以收拾李靖这盘棋。李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河神的来历。东海龙王此刻从牙缝中挤出2个字，这得是多么可怕的存在，才能如此轻易的将法则赐予他人？甚至有可能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超级大脑。回头去问问老祖宗，盘盘这河神的底细，难对付的话，那就算了。否则，东海龙王眼中金光一闪，陈塘在这儿也没办法长脚跑，到时候老子一个法诀就能把东海所有人全部封住一条手臂。马德只有一条手臂，这让我们如何抵挡空手接白刃？到时候再把李靖直接乱刀砍死。而这个时候，乾元山金光洞中，该死的，为什么龙族会如此轻易的撤退？太乙真人情不自禁的大骂道，眼中更满是疑惑。毕竟自己能不能躲避谅解，可全看哪吒，必须调查清楚这位河神到底是什么来历。太乙真人眉头也不由皱了起来，大不了随便找个借口说哪吒是被妖怪附身了，然后给他换了一具新肉身，想必李靖也不会推辞。这么一想，太乙真人觉得应该不会出差错，毕竟就李靖那模样，明显怎么看都看不顺眼那个金刚芭比哪吒。到时候他再在旁边煽风点火一下，给哪吒换肉身，这事多半就稳了。此刻我正面趴在河床上看着这一切，喂，都走了，怎么不留下来吃饭？突然耳边传来一阵手机铃声，我有些不解地将目光落在了自己放置杂物的区域，看向了自己的手机，饶是我得到了系统的传承，此时也是一脸的懵逼。这个世界还可以用手机打电话，我一边说着，一边按下了接通键。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忽然冒出来？花皇殿中一名穿着宫装、通体被神光包裹的女子疑惑地问道。然后她的面前就出现了无穷无尽的天机，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而观看这些天机的同时，女娲也是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自己是什么人？那可是天道圣人啊，竟然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对我对话，哪怕是其他天道6圣也无法做到这一点。难不成此人也是和自家师尊一样的？女娲推演着，背后的神光中似乎有无数个小千世界在旋转，又在毁灭。哟，原来是女娲娘娘。不知为何，女娲娘娘只觉得自己那颗淡然的心，在这一刻竟有一种莫名的怒火在燃烧。忍，一定要忍着，这家伙很有可能是和他师尊红军一样的无上存在，放尊重点。喂，女娲娘娘，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是河神。河神，这年头大佬都这么悠闲的吗？居然还冒充河神。女娲，我这里有一则噩耗和一个好消息，不知你要先听哪个？都说说看吧。女娲强忍着怒火开口道。如果你想听好消息的话，那我就听到自己脑子里这道嘀嘀咕咕半天都没说到关键点的声音。女娲顿时无言以对，什么时候的强者都这么牛？最重要的是，你把话说完啊！有个好消息，那就是我可以给女娲娘娘你打电话聊天。不好的是，最近天天有人往我头上丢东西，讨厌死了。还有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那就是女娲娘娘人家想请假了。说到这里，我一脸的兴奋。自从我成为河神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往我头上扔东西，一天都睡不好。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下班休假。这么说，你是在耍我了？女娲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自己乃是堂堂天道6圣之一的人族圣母，这娘娘腔竟莫名其妙的在自己脑子里说话。有大法力的人哪有那么猥琐？而这家伙还自称是河神，而且听这货现在的意思是要多来几次监视，就为了这点小事。女娲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很生气。女娲娘娘，您别生气，您这样生气会有皱纹的。好，一股无与伦比的气息弥漫开来，瞬间将整个蛙皇宫都笼罩在了圣人大阵之中。但就在这时，蛛网般的裂痕瞬间扩散开来，数不清的宝物在这一击之下直接粉碎。别让我抓到你，否则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我有些惋惜的看了一眼挂掉的电话，女娲娘娘的声音好奇怪。与此同时，龙宫的禁地中，老祖说了，在上古时期并没有这一位大佬。蓝海龙王开口道，目光落在东海龙王的身上。大哥，我也已经去天庭调查过了，这位河神似乎是天庭册封的，他的上一世不过是个凡人的魂魄，还算有点功德。该死，上当了！哪吒、李靖这2个家伙很可能就是那几个圣人，道统给他们做的手脚。一个人族的魂魄，就算有天大的机缘，又能有多大能耐？8成是上当了。大哥，出兵吧，这次一定要将陈塘关给夺。其他3位龙王顿时大怒，出兵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东海龙王同样大怒，自己怎么会怕一个小小的河神？太丢人了！四海龙族曾经对哪吒发动过进攻，想要置他于死地，这也是打算是给3界一个警告，让众生知道龙族不是好惹的。然而最后却被一个小小的河神给吓跑了。敖广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要沸腾，这算怎么回事？真没想到这李靖深藏不露，都快成金仙了。东海龙王敖广叹息一声，大哥，李靖能有今日这般本事，想必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哈哈，三弟所言极是。说到这里，东海龙王眼睛一亮，李靖虽已触摸到金仙之境，可修行时日尚短，想要突破到金仙，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当日众人在李靖的体内完全没有感应到半点法力的气息，显然李靖在参悟法则之时，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只要没有发力，想要拿下李靖，简直易如反掌。四海水族立即出动，杀了这李靖，100%被空手接白刃。你只有1柄剑，顶多能制得了1人，我龙族一起上，1人1剑还不能把你给杀了。大哥，若是这李靖还有别的办法，能灭了我四海水族怎么办？北海龙王小心翼翼地问道，语气中充满了警惕。嘿嘿，我龙族有水蛇一族，他们压根没有手，怎么可能徒手接刀？再说了，我已经将封印手臂之法传给了所有水族，只要我能暂时封印一条手臂，李靖和他儿子就得死。大哥高见！敖广等人顿时哈哈大笑。还有那个人模狗样的河神，这特么，待会先是把李靖父子给弄死，
再把这娘炮河神给弄死，惹我四海水族就该如此。陈塘关总兵府门前，太乙真人面色平静地立于这里，俨然一副得道高人的样子。以李靖以往对他的敬重，到时候自然是要亲自迎接自己，到时候他就可以忽悠李靖。他早就想好了如何忽悠李靖的办法，告诉李靖哪吒的肉身被妖魔污染了。至于李靖到底信不信，太乙压根就没考虑过。毕竟李靖对哪吒一直都很不满，到时候太乙只需挑拨一下，李靖估计就能气得一刀将哪吒斩杀，然后太乙就可以当个和事佬了。毕竟想要让哪吒重新拥有一具肉身，前提就是要将哪吒斩杀，到时候哪吒的莲藕分身就能派上用场了，而自己也能成功避开谅解了，而且还能让这对父子对自己感激涕零。一想到这里，太乙就兴奋了起来。片刻后，太乙真人从思索中清醒过来，他微微皱眉，为什么陈塘关会忽然发生地震？不对，这震动的频率似乎就是人的脚步声。师傅，一道清脆的声响从总兵府中传来，轰隆隆的巨响也越来越近。我靠，这特么是什么洪荒猛兽？不对，他要抱住我，是要拥抱我。你别过来！此时的太乙真人莫名有些心慌。马德，刚才他只是用神识扫了一眼，只是感觉到了现在哪吒的与众不同。可当他亲眼所见的时候，他才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种压迫力。这特么真的是我徒弟吗？如果不是太乙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恐怕都要直接大骂孽主了。尤其是此刻哪吒奔跑的动作，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那个河神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宝贝？太乙真人本能的就想躲开哪吒的拥抱，毕竟这也太可怕了吧。但下一刻，他的动作就僵住了。这要是躲开了，可就不符合自己的高人风范了。师尊曾经指点过他们，对于仙人来说，出场讲究的是气势，而此番太乙来找哪吒，本就已经做好了渡劫的准备。如果现在天意躲开的话，这不是说明他害怕了吗？师傅，清脆的响声再度让太乙真人面色一变。李妈长得那么漂亮，眉清目秀的，怎么就配上这样逆天的身材？这是什么奇怪的癖好？下一刻，两条巨大的手臂就出现在了太乙真人的面前。那就让他抱着好了。还能少一块肉不成？咔嚓！太乙的口中突然吐出了一口鲜血。此时的他只觉得自己的肋骨起码断了几根，这是先天灵体啊！即便不修行，光凭肉身力量也能轻易击败同级别的妖魔，更何况他修炼的还是玄门的炼体功法，这一抱就有这么可怕的力量。哪吒这特么是什么肉身啊？最重要的是能随随便便就拿出如此珍贵的东西，让哪吒重铸肉身，这个河神又到底是谁？师尊，您为何咳血？哪吒有些不解地问了一句。我怎么吐血？你丫的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无妨，师傅这段时间吸纳了太多的天地精气，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将这些精气排出去。太乙真人抹了抹嘴角的血迹，脸上肌肉一阵抽搐，他必须要装出一副高人姿态，如此甚好。下一秒，哪吒又是一把抓住了太乙真人，咔嚓！太乙真人心中一阵疲惫，他 TM 都快哭了，这真是他的弟子，哪怕是上古祖屋，也不可能有自己这个弟子的肉身强啊！哪吒，你怎么这么没礼貌，还望真人恕罪？李靖顿了顿，如此说道。而太乙真人闻言才略微放下心来。李靖对哪吒怕是仍有芥蒂，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他估摸着李靖很快就会对哪吒破口大骂，要说不礼貌，那也是小孩子嘛。爹地，小渣渣，剧本不是这样的吧？怎么回事？我这次来是想还请真人再等等。那些畜生又回来了，什么鬼？太乙真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陈塘关外，接着太乙的双眼就猛地一缩。四海龙族来得好啊！实不相瞒，我此番前来便是为你们二人脱困，只要真人放心，李靖绝不会让谁伤了小渣渣。有父亲和河神在，我无所畏惧。哪吒也一脸认真地说道：“怕个大头鬼，该害怕的人是他们才对吧？就凭哪吒现在的肉身力量，四海龙族也敢来送死，而且这对父子之间的感情。”是怎么回事？太乙还想要说些什么，但很快太乙真人就闭上了嘴。这些水族还真是来得好，上一次水族被击退，这一次他们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而李靖、哪吒虽然厉害，但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李靖父子，你们给我滚出来！大伤最强的剑修李某人在此。太乙真人对李靖的本事其实是有点瞧不上的。修炼一途讲究的是纯粹，讲究的是精。刚开始修炼的时候，稍微驳杂一点也就算了，可是法则这种东西怎么可能练杂的？李靖的100%空手接刀，太乙也曾大致估算过，足足有5、6种之多的法则揉捏在一起，而且还整了一个最鸡肋的准备，这不是纯纯的浪费吗？光是他一个人就能想出很多办法克制这种法则。而这一次龙族肯定准备的也很充分，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而哪吒也就是肉身强些罢了，哪吒现在可不能用法宝，也用不了法力，四海龙族对付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况且龙族的根基还在，对付起来应该很容易。原本太乙还打算自己亲自出手，但是现在却是没有这个必要了。与此同时，陈塘关内一名骑在豹背上的道士慢慢停了下来。呵呵，这李靖也有趣，待会若是他们抵挡不住，贫道自会护着他们。申公豹捋了捋自己的胡子，胸有成竹地说道：“那四海龙族，申公豹未必打不过。不过申公豹倒是有不少先友，无论是赵公明或是截教明慧，都能轻易将这四海龙王压下去。天穹之上，四海龙族大军浩浩荡荡碾压而来。但就在这时，
敖广的脸皮却是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这才多少天不见，还隔这大伤第一剑客呢。若不是知晓李靖底细的人，恐怕还以为李靖是个什么了不得的剑道大能呢。要点脸吧。东海龙王忍不住做了个深呼吸。每当看到李靖和哪吒，敖广就会有一种想要骂人的冲动。李靖，你莫要废话，将哪吒交出来，我可以饶陈塘关子民不死。敖广得意地说道。我靠，这位龙王还没怂啊？就是，听说他上次都给咱们总兵跪下了，这次居然还敢来。对，我可以作证，我当时也在场，我就是李总兵手里的那柄剑。敖广一听，脸彻底绿了，耻辱，这他妈纯在污蔑啊！死，陈塘关的人都得死。今日之后，一个不能留。随后，他看向了李靖，如果不是这个混蛋，他当日也不会这么丢人。若不是李靖这王八蛋，他何至于受如此多的嘲讽？敖广甚至都能感受到他背后那群来自四海的海敌正强忍着笑意。李靖，你真当自己掌握了一点法则之力就了不起了？敖广深深地叹了口气，看向了李靖，目中带着几分阴沉。既然有必胜把握的前提下，还不装一个完美的肆无忌惮地嘲讽对方。李某听不懂。李靖眉头一皱，低声道：什么是法则？李某的肉身被重塑后，最多也就是炼虚。河道境离成仙都还差得远，更何况此时的他不过是一个略通剑术的普通人。我的意思很简单，你的100%被空手接白刃，本王已经有破解办法。修！李靖拔出长剑，敖广跪倒在地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你什么意思？李靖看了一眼龙王，缓缓说道：年轻人没节操啊，居然偷袭我这个活了数千年的老头。敖广整个人都不好了，尤其是在这一刻，他似乎感受到了所有人的眼神都在懵逼地看向自己，眼神古怪至极。眼神能不古怪吗？敖广来这里本来就是为了彰显龙族威严的，同时废掉李靖和他儿子，以此洗刷耻辱。然而方才自己话音未落，李靖就给他安排了一波100%被空手接白刃，这也太毒了吧！还让不让人说话了？气死我了！这种装逼不成反被打脸的感觉，简直让敖广有种社死的冲动。他立即站了起来，迅速的后退。李靖，本王已想好了对付你的办法。李靖再次出剑，敖广的双眼有些发直，而不少陈塘关子民都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看向敖广，就连太乙真人此刻也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敖广。100%被空手接白刃，以如此狼狈的姿态，硬生生的接下了这一剑，干脆一死了之得了。虽然太乙此前已经有所猜测，但真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还是被吓了一跳。这是什么操作？法则？此刻的太乙真人都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他想起了自己现在的实力，太乙金仙巅峰，半步大罗，他的修为与李靖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李靖的本事再大，他自认可以轻易接下。一念至此，太乙真人原本严肃的面容也是微微一松。我的修为比你高，怕你作甚？而四海水族则是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敖广。这是真的吗？我也有点懵，这件事实在是太诡异了。每一次咱们龙王都会中招啊，大王是在跟咱们开玩笑吗？四海水族议论纷纷，而这对东海龙王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马德，这些水族是不是疯了？四海龙族攻打陈塘关本就是他一手策划，如今要造反了吗？李靖还让不让人把话说完了？敖广依旧是单膝跪地，双手握刀，他看向李靖的目光中带着几分优越。双方在开战之前先吹一波牛，挫一挫对手的锐气，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混蛋，老子只是想跟你说话，你就偏要把我的话给打断了。您说您已经找到了对付李某力量的办法。李某便尝试了一下。李靖摸了摸脑袋，略显尴尬。敖广想要站起来反驳，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僵硬在原地。敖广觉得自己还是跪下说话比较好，否则等他站起来的时候，这瘪犊子绝对会再次对他出手。既然横竖都得跪下，那就不站起来了吧，还愣着做什么？他就一把剑，快上啊！敖广大喝一声，转头看向后方的水族。太乙真人闻言，心中则是大喜。我就知道敖广早就料到了这个破绽，而太乙同样也有这样的想法。甚至如果这些水族不知道，太乙完全可以暗中传音提醒四海龙王。当然，如今他就不用再当这个恶人了。再厉害的技能，终究还是有局限性的呢。太乙真人又想起李靖与哪吒都是那位河神赐下的神通，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说不定都是和自己师尊一个时代的。就是李靖区区一人而已，我们人多势众，一起上。没错，李家的人，陈塘关的人，今天全部都得死。空中数不清的水族乘风而来，直奔陈塘关而来。总兵，我们和这群孽畜拼了！总兵，你把哪吒带走，我们来拖住他们。陈塘关的一些士兵此时已经不是抱着看戏心态，毕竟没有人是傻瓜。100%被徒手接白刀，这似乎是一个很无解的技能。而李靖此时则不语，只是将目光投向了东海龙王。至于后者，则跪倒在地。李某的破绽原来在这里，呵呵，那是。敖广哈哈大笑，一脸的傲然。敖广嘿嘿一笑，自从来到陈塘关后，他就一直在笑，如今终于能站起来了，得一点又如何？敖广本能的就要站起来，但下一刻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再次跪倒在地。马德，这王八蛋还真是够狠的。虽然只有一柄剑，但压制自己已经足够了。然而李靖一步踏出，已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将那柄长剑收入了剑鞘。这一瞬间，所有人都觉得李靖似乎有些不一样，就连东海龙王都被李靖的模样吓了一跳。他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李某不明白什么是阴谋，不过李某身为大商最强的剑客，谁敢动小炸动陈塘关子弟，李某必杀之。李靖的右手按在了腰间的铁剑之上，我去，铁剑出鞘，敖广瞬间破口大骂。这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无数海族的呐喊之声也同样熄灭了。
所有四海水族以一种无比屈辱的姿态匍匐在地。我是什么人？我来自何方？我要到哪里去？全懵了！卧槽，这把铁剑怎么光看一眼就给我一种空手接白刃的感觉？真不怪龙王啊！谁他妈扶我一下，我从天上跌下来，膝盖都碎了，这是怎么回事？太狠了！是谁告诉我李靖一次只能控制一个人呢？我不杀了你！就连三海龙王也是一脸无语的看着这一幕，总算是体会到了自己大哥的心情了。这法则能力也太毒了吧！随后三海龙王面面相觑，眼眸深处有一丝微不可察的震惊一闪过。这个能力虽然毒，但偏偏也厉害的离谱。想想看，若是他们空手接白刃的时候被人偷袭的话，那可就惨了，那真是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更何况他们四个虽然只是表面上的龙王，但在金仙以下也已经是最顶尖的存在了。今时不同往日，现在并非大罗横行的上古时代，金仙那就是真正的洪荒大高手了。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无数水族，若是他们同时动手，那么就算打不过金仙，也得费一番手脚才能将他们全部解决。可是这李靖分明就是个普通人，河神只是给了他一种诡异的能力，竟然就让他四海水族都跪倒在地，太可怕了！当然，最可怕的还是李靖背后的河神，随手就给了一个金仙级别的 bug 技能。对于领悟了部分规则的金仙来说，这个能力或许没什么用，到了他们那个层次，除了修仙悟道别无所求。这也是四海龙族都交给他们四个来管理的原因。不过，能够随手给人一道金仙法则的，那必然是大罗级别的存在吧？这一点四海龙王都不敢再往下想，很有可能那河神的实力已经不逊色于老祖了。四海龙王一想到自己的老祖宗，心中的怒火也稍稍平息。就算是同级之中，他们的老祖也是无敌的存在，收拾这河神必然轻而易举。这位河神哪里像是高手，这一招还是群控技能啊！陈塘关内申公豹眼中金光一闪，神乎其技。他忽然轻咦一声，下一瞬，申公豹便收回了自己的视线，他的身体缓缓往后退了一步，身体连同身下的豹子都渐渐变得透明起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没多久，便有一个秃头沙弥偷偷摸摸地潜入陈塘关内。不错，好。与此同时，东海龙王猛地一拍手掌，一脸的狠厉，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呢。敖广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杀意，同时他本能地站了起来。众多海族强者见状，皆是一脸苦涩。本王特么想装一装，这王八蛋就他妈拔剑，这也太过分了吧！就连太乙真人都忍不住嘴角抽搐了下，光是看着就让人心疼啊。他虽然有信心可以抵挡这种诡异的力量，他好歹也是一位大哥，可是当见到龙王如此凄惨的样子，他也情不自禁生出强烈的危机感。他脑海中浮现出自己跪倒在地，徒手抓住那把锋利的长剑的场景，真要那样，那还不如一命呜呼。此时太乙真人望向敖广等人的眼神，已经多了几分怜悯之意。四海龙族，尔等立即自封一臂，今日血洗陈塘，将陈塘关给血洗。你好大的胆子！这陈塘关乃是大商的地界，陈塘关的一位老者指着敖广，厉声喝道：“这里是人族的地盘，谁给龙族的胆子？有什么不敢的？”下一刻，敖广第一个打出了一个硬举。人族嘿嘿，如果是以前，龙族可能会有所顾忌，不敢贸然出手。然而既然老祖已经知道了这事情，那就更好办了。就算是人类又如何？就算是在三皇五帝时代，生活在近海的人族，也时常会成为龙族的盘中餐。他们背后有龙族老祖撑腰，杀一批人族也没什么大不了。更何况人族与龙族相比，简直就像是蝼蚁与人的区别，打杀就打杀了，哈哈哈！幸好我水蛇一毒无弊，李靖受死！伴随着敖广一声令下，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散发出来，其中一头水族更是直接现出原形。这是一条巨蟒，它的蛇口足有一座小山丘那么大。此刻它的眼睛里充满了贪婪，事实上它一直都想现身，将李靖斩杀。可是东海龙王一直在装逼，他也不敢贸然提前动手。而现在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简直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百成百倍空手接白刃，厉害是真的厉害。就算是龙王见了李靖，也得下跪接白刃，这还是群控技能，一拔剑就让四海水族全部跪倒在地。毫无疑问，今日之后，四海水族将会沦为三界的笑柄。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李靖的实力。可也正是李靖的实力如此逆天，给了这头巨蟒一个机会。因为水蛇是李靖的克星，100%被空手接白刃，我没有手，还怕什么？我去，是海蛇将军啊！他们海蛇一族本来就没手，怎么可能会惧怕这种古怪的法则之力？去吧，把李靖给杀了！后方无数正在施展封印之术的海族纷纷惊呼。上一波最丢人的只有东海龙王，可刚才海族近乎全部出动，却被李靖一人镇压。这一幕三界众生肯定都看到，估计过不了多久，四海水族就会被人耻笑。而若是能将李靖父子斩杀，好歹也能挽回一点颜面。哪吒，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的。太乙真人笑着开口，目光落在了旁边一脸纠结的哪吒身上。放心吧，爹。哪吒抿了抿嘴唇，神色凝重道：“这和信不信没有关系，你爹最强的手段就是100%被空手接白刃。但如果对方没有手呢？”太乙真人晃了晃脑袋，叹息开口道：“这对父子还真是一根筋啊！我只是想要脱节而已，怎么这么难啊？”但太乙真人现在并不慌张，现在龙族终于找出了李靖的破绽，此事稍后自会有结果。届时他此刻所言，对哪吒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只要哪吒死了，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一声巨蛇咆哮，海蛇将军蛇口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城墙之上咬去，眼神中充满了残酷。看来我要亲自出手了。陈塘关内申公豹眉头一皱，本能的就要动手，但下一秒，他的目光落在了李靖按在剑柄上的那只手上。这个李靖好像还留了一手。申公豹目光一凝，看向不远处的秃驴，他对这帮西方教徒驴是半点好感都没有。谁知道这群秃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道友请留步。和尚一正脚步也不由一顿。同一时间，整片天地都响起了一声拔剑的声音，剑光纵横，那无穷无尽的剑气让人无法直视。李靖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将长剑缓缓收入剑鞘。这种手都没有的惯，也配与李某一战。无数人瞬间为之震撼，这便是大商最强的剑客，无边无际的海族大军，此刻全都懵了。这一刻，众人看向李靖的目光，就像是见了鬼一般。大商最强的剑客，李靖之前自称大商第一剑客时，有不少人嗤之以鼻。大商已经占据了南瞻部洲近70%之地，可以说，此时的商朝就是整个人族的象征。这其中不知道有多少修士，谁敢站出来说自己是大商第一剑客？但至少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有一种深信不疑的感觉。而太乙真人则是最担心经历的一步。若说一开始的时候，太乙真人还觉得这是个笑话，李靖最多也就是个有点本事的凡俗，他当然也能轻易击杀那头海蛇将军。但最重要的还是李靖这一剑，虽然没有看出任何东西，但却让太乙生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似乎连他都无法抵挡。过去自己好歹也是一位太乙巅峰的大哥，此刻四海一片寂静，这李靖究竟是深藏不露，还是那位河神当真有这般可怕？这个陈塘关还真是处处透着鬼。轰隆隆，一条巨蛇的尸体从半空中掉落下来，带起无数血雾。此时连四海龙王都不说话，血洗陈塘城。李靖这有点真无解了，对付有手的，一招100%被空手接白刃，他们四海龙王都得跪下。对于没有手的海蛇水妖，就譬如方才那一剑，顷刻间，东海龙王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这看似普通的一剑，却让他感觉到了一种极致的危险。他感觉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杀死。而李靖目光扫过众多海族，手持长剑，发出阵阵嗡鸣之声。这一刻，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寒意。别怕，他的法则技能已经被5等突破，我们联手之下，他终究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龙王当即说道。这一刻，所有被吓破胆的海族们眼中都露出兴奋之色。没错，比起刚才现在要好太多了，至少比起100%会被人徒手接住的离谱了。现在他们能够看得出来，李靖是怎么出剑的一个凡人而已。蓝海龙王长身而起，一对龙眸中尽是暴虐之色，口中冷笑连连。今日若不能将李靖斩杀于此，四海龙族颜面何存？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四海水族封印一闭，杀杀！一只八爪鱼抱着唯一的储蓄，对着李靖就是一顿猛砸。霎时间，万箭齐发，漫天箭雨朝着李靖倾泻而下。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被无尽的杀意所覆盖。此刻，李靖的身形在众多海族面前是如此的渺小。一时间，众多海族脸上的得意也越发浓郁。李靖本能的往后一跃，溅起的碎石在他身上留下了几道伤口。哈哈，李靖，若你是其他种族，或许我们会立刻撤退，但很遗憾你是人族，人也会疲惫，也会受伤，甚至死亡。连成为我龙族吃食都不够格的废物种族，怎么可能是我们龙族的对手？西海龙王哈哈大笑，出言讥讽。他能不兴奋吗？自李靖登场以来，这还是头一回受创。他们本以为这场争斗会非常艰难，需要无数海族的牺牲才有可能战胜李靖，但现在看来，李靖还是人。呵呵，李某的确不过是个凡人吧。李靖目光扫过密密麻麻的海族，缓缓开口道。这一声音并不响亮，但却清晰地传入了所有人的耳中。但是在太古时代，人族先祖横空出世，人族的火种被点燃，先民们与凶兽血拼，三皇五帝开创了人族的盛世。李某自然没有这个本事。李靖话音一停，目光落在空中那密密麻麻的水妖身上，浑身气质更是陡然一变，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你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敖广冷冷开口，一个凡人就算剑法了得，但体力终究有限，如今用这么多的水族来对付李靖，绝对是绰绰有余的。李某先前能得河神指点，实在是一大幸事。今日这一剑，双手不能合十者，皆录之。长剑出鞘，宛如天地间最耀眼的剑芒。为首的那只独角章鱼直接被切成了碎片，不等其余人反应过来，这道剑芒直接就如同一条游龙，冲入了其余的海族之中。杀！敖广目光越发凌厉，的确很强，强到他们4人根本就不敢上前。无论是龟类的防御，还是水蛇类的水族都是如此。李靖这一击无人可挡，仿佛李靖方才所言，当真如他所言那般无差别攻击。可是现在，敖广反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随着这一战的持续，李靖喘息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累了。李靖的剑法再高明，也不过是个凡人而已。等李靖精疲力竭的时候，就是报仇的时候了。接着他的目光又落在哪吒身上，同时看了一眼身旁的北海龙王。北海龙王立刻明白过来，正当李靖大开杀戒之时，陈塘关后山溪水丛丛，绿草茵茵，一片祥和。那疑似西方教的光头和尚却忽然浑身一颤。阿弥陀佛，小僧降龙罗汉，不知阁下尊姓大名？降龙眉头一皱，望着眼前这个面容丑陋的道人。这一次陈塘关与四海水族开战，他便想要从中趁机捞上一笔。他的名字叫做降龙，他觊觎龙族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觉得太过拉风，他甚至都想把过肩纹身纹在自己的身上。到时候每一次和他人战斗的时候，他都会将袈裟给脱下来，简直帅炸了。并且如果不是龙族的底蕴太强，他们的背后
甚至可能还隐藏着一位更强大的大敌。降龙现在早就对四海龙族动手了，没想到此刻却被人发现了。要不要把眼前这家伙给超度？眼前这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在降龙罗汉的目光下，申公豹浑身一颤，这和尚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这西方教就没一个好东西，天天特么跑到东边来蹭吃蹭喝。申公豹心中一动，要不要出手？贫道申公豹，阐教圣人之徒，呵呵，久仰久仰，阿弥陀佛。听说李靖和哪吒都是你们阐教门人，圣人道统就是不一般啊。降龙笑着对申公豹说道：“不敢不敢，西方二圣也是洪荒赫赫存在。”申公豹咧嘴一笑，同样夸赞了一句：“这一帮西方的后辈，差不多都继承了西方那两个圣人的脾气，想特么忘都忘不掉。”申公豹、降龙、道友，你看看这条河里盈盈的灵光，似乎双方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同时开口了。此言一出，降龙和申公豹瞬间面面相觑，这河中不会真的藏着什么宝贝？然后一僧一道两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河面上，不远处这条河流清澈见底，却又像是被一层雾气笼罩着一样，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我去，我刚才就是想骗这小子，好让他挨板砖的。两边都是圣人道统，一言不合就杀人，有些过分了。打晕了对方，抢走对方的法宝，扔进河里，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没什么问题。这条河中似乎真的有什么宝贝。阿弥陀佛，我看这里乃是穷山恶水，又有诸多猛兽，此河之中定然藏着妖怪。老衲先行为你探路。申公豹他下意识地看向那片翠绿的群山，无穷无尽的凶兽，在他的感知之中，周遭唯有一只野兔正悠闲地啃着一根草。该死的秃子，你给我站住！申公豹自认为自己的底线已经很低了，但是当申公豹看到这光头的时候，他才知道一山还比一山高，这也太不要脸了吧！申公豹几乎是本能的便要冲入河中。我去！申公豹连忙向后退去，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这条看似普通的河流。咕嘟咕嘟，那个光头就这样消失了。难道这条河中真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不成？申公豹瞬间有些慌了，甚至感觉跟做梦没区别。他原本是来给大王跑腿，想要知道陈塘关的具体情况，这也是人之常情。对于他这样的修士来说，但凡没到金仙境界的，一般都会在凡间王朝中任职。一是在享受了世间的荣华富贵后，不会再有任何的牵挂，只会让他未来的道心变得更加纯净。二是因为有了人道气运的帮助，他们的修炼才会更加顺利。而他到了陈塘关后，也想过要不要去帮李靖哪吒一把，他们都是大商的臣子，互帮互助天经地义。但他万万没想到，李靖竟然如此牛逼。看着李靖大开杀戒，申公豹自问自己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更何况除了这些，谁也没想到还会遇到一个西方教的光头。哎，你这死和尚，还不快出来！快给我滚出来，不然我就一记玉清神雷把你轰出来！说着，申公豹便向后退去，而河水则翻腾得越加的厉害。难道这里面真有什么可怕的东西？申公豹喃喃自语。他让降龙那光头看河水，自然是为了伺机而动，准备背后拍黑砖的。申公豹相信，降龙怕是也是这么想的。这家伙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正派的僧人，而如今这货却是被一条河流给吞噬掉了。莫非这和尚真的是在提醒他，这条河有问题？阿弥陀佛，还请诸位圣人明察，贫道并未做过任何事情。他自始至终只说了一句：“道友请留步。”难不成就这么一句话，就让西方教弟子应解了？跑路了！申公豹瞬间有了逃跑的念头，但是很快他就停了下来，因为此刻河水翻滚，一名穿着青衣、扎着发髻、眯着眼睛的男子从河水中走了出来。有年轻的申公豹呢，你钓的是这个普通降龙和尚，还是这个邋遢的降龙和尚，还是这个凶神恶煞的降龙和尚？娘炮真特么的娘娘腔！申公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闭关的时间太长了，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变成了娘娘腔。而申公豹的目光此时也落在了林峰身上，扎着丸子头，眼睛眯着，长相普通，看起来虽然其貌不扬，但勉强还算是个人。唯独林峰的语气让申公豹觉得自己应该狠狠地揍他一顿。而申公豹的目光此时也落在了林峰头顶三人身上，这三人赫然都是降龙的模样，而第二个人则是衣衫褴褛，手里拿着一把破旧的折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乞丐，但是他的气息却比起之前的降龙强了太多太多。申公豹倒吸一口凉气，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看着河神的眼神瞬间充满了恐惧。就算是这样的存在折在河神手里，难道这个河神真是头上有凶手？申公豹压根就没把最后那名降龙当回事，其比起之前的降龙气息还要略微逊色一些，只是长得太凶了罢了，看着杀气四溢，实则屁用没有。敢问前辈尊姓大名？贫道阐教弟子。申公豹向后退了一步，虽然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位河神有多强，似乎并不是很强，不过现在的情况很诡异，小心一点总归没错。哎，我只是个小河神。申公豹，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林峰眉头一皱，轻声说道：怎么封神17的人都爱往河里跳？这年头当个河神怎么竞争如此激烈？我没有丢东西，这3个降龙都不是我丢的。申公豹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你只是区一个河神，我才不会相信。等回去后一定要问问附近的山神。再说了，一位河神能随随便便就把佛门的罗汉给抓了，忽悠谁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那我就为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你等一下，我要问一下上司，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回答？申公豹立马停了下来，他不敢跑啊！面对这样一位连降龙罗汉都能轻易抓到的强者，申公豹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逃得掉。但是上司啥意思？申公豹一头雾水。而就在这时，
申公豹却又是发现林峰手里多出了一块板砖，贴在了其耳朵旁边，是用来联络的法宝吗？你好，女娲娘娘，我是河神。申公豹身子一晃，差点没站住，他是真的怕了，这特么是什么河神？太哈人了，那可是女娲娘娘呢，和他师尊一个层次的人物，以下河神的顶头上是天道圣人啊！申公豹再次看向林峰时，眼中也是流露出几分忌惮之色，说不定这河神便是女娲在三界中安插的一颗棋子。一念至此，申公豹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申公豹瞬间就打消了逃走的念头。既然已经知道这河神是女娲娘娘的棋子，如果他现在敢逃走的话，很有可能会被蛙皇红绣球砸死。既然他现在还活着，那就说明他还有利用价值。申公豹一念及此，便放下心来，这说明只要他不轻举妄动就能活下来，至于自己会不会被杀，那就不是问题了。申公豹毫不怀疑这一点。他虽然身为昆仑山的玉虚宫弟子，可玉虚宫的弟子除了12金仙，其他都是最底层的存在。身边有些好朋友被人欺负，还可以找朋友联手去欺负回去；如果没有朋友，也就只有白挨打。所以这几年，申公豹才会如此热衷于结交天下朋友。他这样的弟子，在玉虚宫中也就是个普通弟子，况且哪怕是12金仙，如果真的得罪了女娲，那也死定了。元始天尊也不会为其出头。此刻，申公豹看着林峰，眼中满是崇拜之色。这是一位可以随时沟通圣人的存在，应该是隐世不出的绝顶大能吧。至于假冒，洪荒世界上没有人敢冒充天道六圣，几道天雷就把你人道毁灭了。申公豹闻言，立刻低下了头，只是竖起了耳朵。女娲娘娘，我之前找你说休假的事情，你都还没有给我答复呢。申公豹简直要抓狂了，怎么感觉这位河神对女娲娘娘态度如此随意？你就不能对圣人恭敬一点吗？我勒个去，这位河神到底是谁？但是这话听起来，咋又感觉像是在撒娇一样？还有，为什么这里的人都喜欢跳脚？难道是因为天气太热，他们想要洗澡，或者是他们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吗？林峰一脸认真说道，他已经当了很长时间的咸鱼了，最近忽然每天都有人跳河，太累了，不想上班了。咔嚓，手机的另一端有什么东西摔碎了，很显然对方已经忍耐到了极致。对了，女娲娘娘，我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挂了。林峰拿起手机，一脸懵逼。与此同时，他瞥了一眼正瞪着他的申公豹，这可如何是好？这是此前没遇到过的事情。而申公豹看着林峰，眼中满是崇拜之色。神了，这得是多亲密的关系，才敢这么跟女娲娘娘说话？这条大腿自己一定要抱。申公豹虽是阐教的人，不过自己一个边缘门人，与12金仙那样的核心弟子自然比不了。申公豹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还是很清楚的。蛙皇殿内女娲简直要抓狂了，这个娘炮一样的家伙，一张嘴就把他圣人之心给搅和没了。这怎么又来了？居然还敢用神识窥视我！一念至此，女娲的脸都红了，她很生气，传我命令，让妖族的人给我找一个娘娘腔的家伙来。女娲直接祭出了招妖幡，无穷无尽的圣威弥漫开来，狂风大作，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蛙皇宫上。这到底又是哪个家伙得罪了女娲？昆仑山中元始天尊摇了摇头，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意思，圣人早已经做到心如止水，不动如山，能让一位圣人发怒的是祸人还真不多。可这位小师妹上个月好像还在生他的气。元始天尊忽然心中一动，难不成圣人也要每月来一次那啥？金鳌岛内传令下去，咱们截教之人这段时间不要外出。通天教主说道，他不怕女娲，但若是以前的女娲，在5位圣人眼中或许还不算什么，大家相安无事一起修炼。不过从女娲做的那些事情上也能看得出来，地心做此事的确是罪该万死。不过以通天教主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根本不需要牵扯到一个王朝，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丝希望，包括他自己。一首诗就能毁掉一个王朝，这也太狠了吧！若是自己的徒弟得罪了女娲娘娘，那就麻烦了，就连他都觉得头疼。到底是什么人招惹到了这个疯婆子？要知道，当初地心作诗的时候，也没见这位小师妹闹出过如此大的动静。另一边河边，我一脸茫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年轻的申公豹忧，看在你如此坦诚的份上，我将这尊普通而又有点凶的降龙罗汉送给你吧。我一脸的头疼，终于放下了第3个降龙罗汉。此言一出，申公豹顿时愣住。这3位降龙罗汉，他可是见过的，明明该给我第2个才对。尽管看着很邋遢，但是第2个降龙罗汉的实力却是非常的强大。同为仙人，自然要看实力。其实申公豹觉得第3个降龙罗汉的实力比他都弱太多了，实力还不到罗汉的境界，这么一个光头秃驴能有什么用？但申公豹再也不敢反驳河神的话。那就祝你一路顺风吧。我晃了晃手里的锦帕，慢悠悠的走回河边。这鬼地方他一刻都待不下去，每天都会有人跳河，这让他很不爽。我得去别的地方住。秃子，你还好吗？直到我走远，申公豹这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对降龙罗汉说道，刚才那个自称河神的人身上一点高手的气息都没有，不过他还是感觉到了一股压力。他不知道那位使者大人到底是让他去做什么。大师，您到底怎么了？申公豹看了一眼还在闭目养神的降龙尊者，又问了一句。就在这时，原本紧闭双眼的僧人突然睁开了双眼，砰砰砰，申公豹本能的往后退了几步。好大的胆子！你这妖孽，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无量佛光瞬间覆盖半个天区，可怕的气息弥漫开来。我去，申公豹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和尚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们不是自己人吗？他胯下的豹没有丝毫迟疑，直接朝着李靖狂奔而去。这僧人的修为分明还不是罗汉，可申公豹总觉得自己下一秒就会被人打死。我去你大爷的降龙，走着瞧！申公豹气得破口大骂，说着他转身就跑。
再不逃必死无疑。妖孽，你给我站住！你这点小伎俩，还想在我面前卖弄？看我！下一瞬，他便停止了对申公豹的追杀，抬头望着漫天的虾兵蟹将。刹那间，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尽的怒火。妖孽，这么多妖孽！此刻陈塘关内，李靖，你黔驴技穷，快投降吧！敖广望着气喘吁吁的李靖，语气中带着几分自负。李靖的剑法当真了得，就连敖广都觉得李靖的剑法，他至今都没能看明白。无论对手是谁，有手的跪倒在地，用双手去接那锋利的刀刃；如果没手接住刀刃，那就是被一击必杀，根本看不出李靖的深浅。可是说到底，李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他手中的铁剑更是布满了裂痕。此刻就算是抬起一只手，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已然力竭，龙王，你大可以试试。李靖笑眯眯地望着龙王，虽然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冲上去。冰锥突然朝着李靖击射而来，刹那间，一层冰霜在李靖的身上弥漫开来。李靖本能的便要闪躲，只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力气再抬起，顿时半只脚都被冻住。不好，李将军中计了！这些该死的水妖竟然敢以多欺少，真是不要脸！一时间，无数陈塘关百姓都对李靖投去了关切的目光。李将军的实力非常强大，甚至比之前那个比较正经的李将军更加的厉害。但是现在，龙族以多欺少，人族的先贤呢？若是我人族大能在此，定要将这些水族斩尽杀绝！有陈塘关百姓哭喊起来。虽然今日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因为哪吒引发的，不过李靖却是为了陈塘关而战。这个时候，事情的起因已经并不重要，关键是态度和立场。四海龙王与太乙真人听着这些平民百姓的话，皆是冷笑一声：人族的先贤，不就是后天生灵吗？哪怕是成了洪荒天地的主人，也不过是被各大势力瓜分气运而已。人族有先贤，不代表别的种族就没有先贤了。李靖本王杀了你，自会让你的儿子去见你。李靖的嬉笑之色早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愤怒。轰隆隆，下一秒雷声大作，仿佛是上苍在发怒。敖广的脸上却浮现出满意的神色。此前李靖还能避过这道天雷，甚至一剑就能将其斩成两半，而现在李靖唯一能做的就是坐以待毙。得罪了四海水族，那就是死路一条。这一次四海龙族的耻辱终于可以洗刷了。李靖今日当受死！大胆妖孽，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这一道声音更是盖过了天空中的雷光，正欲招来雷霆轰杀李靖的敖广也是手一颤，他蓄势待发的雷电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并不是敖广胆子太小，关键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他原本想好了许多应对李靖的手段，但都没有用，到了最后就是用人命来填。敖广倒是无所谓，亿万水族就算真的要死，能死多少？但李靖的实力却是超出了他的想象，有手的就是强制控制，那些无法双手合十的人都被李靖直接杀死，就连他们四海龙王也不敢正面抗衡。甚至他还与李靖有过几次交集，这种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感觉实在是太糟糕了。东海龙王差点没被吓死，而现在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由不得人不小心啊。不过四海龙王却是瞳孔一缩，这是一位年轻的僧人，面容肃穆，他身穿僧袍，手持拂尘，看起来很是诡异。但四海龙王并不在意，毕竟西方教虽然与东方虽有极大差异，却也是玄门正宗。身穿袈裟，手持拂尘的僧人，他们都见过。然后四人再度仔细地看了一眼，四海龙王立刻放下心来，对方的修为甚至还不到罗汉，没什么好怕的。这位道友，此事关系到陈塘关和我四海水族的恩怨，你还是别插手的好。敖广一脸傲然地看着降龙道，不管怎么说，对方都是圣人教统的弟子，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好大的胆子，竟敢当着我的面伤害河神大人的朋友！这一刻，降龙仿佛化身为一尊愤怒的金刚罗汉。小和尚，你还真是和他们狼狈为奸的！蓝海龙王勃然大怒，厉声喝道。天空之中顷刻间暴雨倾盆，而降龙则是愣在了原地。蓝海龙王见状，不由嗤笑一声，他的招式看起来平平无奇，不过这雨借助风势之下，每一滴水都有劈山断岳之威，而且他还将自己的法力注入到了其中，专门克制佛门金身。一个不到罗汉境界的僧人，竟然敢在他这个四海龙王面前如此放肆，特么的，你当你是李靖那个变态了？蓝海龙王一想起李靖，就觉得双膝又是一阵剧痛，而陈塘关内一群人看着来人，眼睛都放光了。这些僧人和道人都是身经百战之辈，或许可以化解陈塘关的危机。太乙真人也放下心来，他还以为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出现，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现在看来，那个河神也不过如此。太乙真人的目光中带着一丝不屑，西方到底非玄门正宗，想要越阶而战难如登天，更何况眼前这个僧人的实力还不如龙族。最重要的是不仅修为弱，而且这货一出来就如此嚣张，搞不懂的还当是西方教主亲自驾临呢。蓝海龙王的手段让僧人有些措手不及，而且听这僧人所言，好像还与河神有些渊源。太乙原本还以为这位河神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如今这就完了，丢人啊！哼，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紧接着降龙陡然发出了一声龙吟，他之所以走神，不是因为他怕，而是因为他发现这家伙居然敢对他动手。这年头妖孽都是这样嚣张的吗？呵呵。蓝海龙王看到降龙气得七窍生烟，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敖广的视线也落在了李靖身上，这就是你请来的帮手，真是可笑！大威天龙，一股庞大的威压扑面而来，还没等敖广反应过来，一道熟悉的人影从他身边飞过，那不就是本王的二弟吗？他不是跟那个和尚打起来了吗？为什么会忽然被打飞了？怎么会这样？那和尚不是差点被打死了吗？
二弟该不会是在戏弄那个和尚吧？真是不自量力，居然还敢不将我当一回事！大威天龙，随着这一声龙吟，降龙背上出现了一条庞大的远古巨龙虚影，一种不容亵渎的威严，却又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气势登时冲腾而起，那是一种让敖广都忍不住想要顶礼膜拜的感觉。区区一道虚影，我还怕你不成？敖广咆哮一声，眨眼间就变成了一条巨龙。下一刻，所有的水族都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威压。如果说先前的大威天龙就像是至高无上的神灵，就像是从更高的维度而来，不过终究还是带着几分不真实的味道。那么现在，东海龙王就让众人感受到了一种血脉上的压迫，虽说与天龙虚影比起来还是差了一些，但却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真实。敖广的眼神也变得狰狞起来，他是东海龙王，他很骄傲。就在刚才他第一眼看到天龙的时候，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臣服之意，似乎这条天龙就是龙族的根源。可是这是不可能的，祖龙才是龙族的本源，这天龙虚影哪里是什么祖龙？紧接着就是一阵暴怒，他是龙王，怎么可能会对一条来历不明的巨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臣服？雷来！刹那间，无数雷光朝着敖广笼罩而去，无数的水族战士更是看得眼红无比。龙呢？他们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太古神兽，可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神兽。事实上，很多巨龙天生都非常暴力，一言不合就会掀起滔天巨浪，动辄吞掉一两个人，这是常有的事。或许对于巨龙来说，这些并不是一件恶毒之事，因为他们的立场与人根本就不一样，就像是人吃鸡畜一样。然而，就算是这样，至今还有不少人信奉龙族，视其为神兽。这自然是因为龙族的实力还很强，天生就有呼风唤雨、上天入地的本事，只要稍加修行，便能成为当世有数的强者。如此恐怖的天赋，让无数人都对龙族充满了敬畏和崇拜。就连太乙真人此刻都轻轻颔首，这些披毛戴角、尸生卵化的家伙，他自然是看不起的。不过龙族在天赋上却是毋庸置疑。这个西方教的僧人这次要倒大霉了，这么一想他就有点幸灾乐祸。和尚修为本来就比龙王低，即便有一些可以越级挑战的本事，但是现在敖广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大招，不给你和尚用底牌的机会了。两声龙吟之下，敖广瞬间和大威天龙站到了一块，一声清脆的小声传来，金色的血液从伤口处流淌而出。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这是怎么回事？东海龙王居然处于劣势，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龙王的真身都打不过那个虚影，我龙族之中龙王难道不是王族吗？一名海族强者颤声道，这想不明白啊，仿佛自己的信念在这一刻崩塌了。哈哈，大师太厉害了，宰了这条老龙。而陈塘关内却有不少人在此欢呼，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陈塘关的人还没来得及欢呼，又是两声龙吟响起，大兄，我们来帮你。南海龙王与西海龙王立刻化作本体，朝着那条神龙扑了过去。天龙锁，西海龙王当即取出一根绳索，这条绳索竟然是一件先天灵宝，那天龙锁仿佛有生命一样，一下子就将那天龙虚影给缠住了。寒冰刺给我死！雷龙起，东海、南海两位龙王也纷纷各自祭出自己的法宝，轰的一声巨响，顿时三道近乎完美的合击，直接将天龙虚影打得溃散开来。三件先天灵宝，太乙真人嘴角不由抽搐起来，哪怕是圣人门徒也没有几件先天灵宝，如今四海龙族一出手就是三件，好大的手笔！太乙那颗悬着的心也在这一刻平复了下来。四海龙王同时掌控着一件先天灵宝，就连太乙自己都感觉到了一丝难以应付。太乙以下再无敌手，哪怕是太乙，如果没有趁手法器在手，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也会被打得措手不及。随着天龙虚影的消失，包括敖广在内的几位龙王都露出得意的神色，这才是真正的龙族底蕴。他们将其带在身上，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这是一个展示龙族力量的好机会。那西方教和尚怕是已经麻了吧？毕竟对方的最强一击已经被他们三个人击败了。心里如此想着，敖广的目光就落向降龙罗汉身上，金色的龙血还在流淌，但却让其变得更加狰狞霸道。下一刻，东海龙王的脸色微微一变，怎么就没别的表情了？这个时候，这个光头不是该恐惧了吗？他在虚张声势，他在虚张声势，本座面前还敢班门弄斧！大威天龙，大威天龙！随着降龙的话音落下，又是一条大威天龙出现在了空中。三龙咬着牙，一脸的狠色，大不了就是再来一次，有先天灵宝在手，绝对能轻易将其击败。大罗法咒，般若诸佛，师尊地藏，般若八脉后，下一秒，降龙猛地张开双眼，背后无数佛陀虚影浮现，天龙嘶吼。三海龙王内心惊呼，这特么简直就是作弊啊！就连太乙真人都差点吐血，这特么不是罗汉境界都不到的僧人吗？此时他看向降龙的背影，嘴角抽搐了一下，这是作弊啊！方才敖广他们可是动用了先天灵宝，才将大威天龙逼退，而降龙轻易就再度召唤出来了。此时正慢悠悠地趴在降龙背上，而在降龙的身后，则是一尊伟岸的佛陀虚影。这是地藏菩萨吗？太乙真人也不是没有见过地藏，后土娘娘身化轮回六道时，这位地藏王菩萨就立下了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地藏那家伙修为最多比他强上一些，至多也就是大罗初期。可眼前这僧人背后的地藏菩萨虚影，却是让太乙有些摸不着头脑。至高至圣，周围的幽魂厉鬼在这一瞬间全部被净化，区区一具虚影分身，居然也能做到这种程度，这还是他熟悉的地藏王菩萨吗？更可怕的是，此刻在降龙的背后，竟然出现了数不清的佛像虚影，这些虚影每一个都不逊色于龙王，这也太夸张了吧！此时的太乙真人心中竟然有些庆幸，还好他特么什么都没做，否则这和尚怕不是顺手把自己也收拾了。西方教何时出了这等狠人？咕噜一道吞咽口水的声音传来，就连陈塘关内此时也是一片慌乱。这位大师，这是何等的凶残啊！如果说陈塘关内的人
还在震惊于法海的实力，那么四海水族此刻已经彻底骂了，毕竟他们之间还是敌人，尤其是三海王更是如此。这一刻，三海龙王那张得意的脸都僵住了，打咱三一组拼尽全力，还差点把自己给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那头大威天龙给解决掉，都已经做好了嘲讽的准备了。毕竟你这秃子费了这么大的劲，不知道从哪弄来一条巨龙虚影当杀手锏。我们三个都祭出了法宝，3下5除2就解决了秃驴的杀手锏，难道不该更嚣张点吗？结果还没嘲讽呢，你就跟我们说，我们以为的刚才那真龙虚影是你的杀手锏，其实只一个普通的平面，这还打毛啊！敖广等人简直要疯了，四海水族速速出手，将这和尚围住。敖广立即一声令下，但换来的却是一片白眼。龙王陛下，我们是脑袋被驴踢了，可不是白痴啊，我们还能分辨出是去受伤还是去送死的。而敖广见周围的水族一动不动，不由倒吸一口凉气，顿时有一种要爆炸的感觉。缚龙锁给我去！缚龙锁瞬间划过一道白光，朝着降龙激射而来。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妈咪呼！浮尘去！降龙手上的浮尘瞬间化为白光，迎向了缚龙锁。寒冰锥！就在这时，西海龙王也动了，降龙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漫天的雨水就在这一刻化作了无数的冰雹。咻的一声，一名被冰锥击中的陈塘关百姓当场毙命。混蛋，吃我一记法医！顿时，降龙尊者背后的袈裟冲天而起，遮蔽了天空。一股浩瀚如海的力量在他体内汹涌而出，他的力量现在全部被牵制。大兄，我们必须要尽快！好，轰！长戟猛地挥出，刹那间，仿佛有无数条天龙在嘶吼。这些先天灵宝，每一种都有其特殊的威能，可以轻松的跨越境界而战。降龙的确厉害，这一点就连敖广都无法否认。可是，这就是人性，区区几只蚂蚁的性命，降龙也会放在心上。这袈裟遮天盖地，不停的把从天而降的冰冷给收了起来，这需要大量的法力。吼！一道道天龙从天龙战戟中飞出，朝着降龙冲击而去。但就在这时，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他们惊骇地看向了降龙尊者，在他的肩头有着一条天龙的纹路，龙纹身。如今的西方教都是这般社会吗？飞龙在天，吼！天龙阵势虽然只持续了一瞬，可这一幕却仿佛又是永恒、至高、神圣、至神。似乎他生来就是为了让人膜拜的头头，而不是什么某个种族。大罗，他看着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战场上，降龙正在浴血搏杀着。太乙真人不由颤声道：“这龙竟是一尊大罗，这是什么鬼？大罗金仙，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强者，除非深入轮回，否则天地难灭。哪怕是圣人弟子，若无大机缘，很难突破到大罗。然而现在这特么的是什么情况？一位年轻僧人竟然将一条大罗级别的天龙封在了自己的肩头，他能活下来吗？太不可思议了！”此时他忽然又想起了降龙的话，这些人好像都和那位河神有关。随后太乙又将李靖、哪吒与自己联系了起来，这两个人他再清楚不过了。可是李靖也好，上一任哪吒也罢，都没有这样的本事。那么这就是河神恩赐的能力吗？太乙真人目光一闪，能够轻而易举的在这僧人的肩头封印一条大罗金仙天龙，甚至还能赐予李靖部分法则碎片，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绝对是一位大罗金仙级别的强者，甚至他就是一位隐世洪荒的准圣，太恐怖了。河边，申公豹一脸大血加粗的猛逼，同样正看着降龙大开杀戒。幸亏我反应快，这光头虽然是个疯子，但却是个战力值拉满的疯子。这一场战斗实在是太激烈了。申公豹目光一凝，死死盯着那条河流。这光头以前可没有这样的本事，毕竟当时要是降龙有这样的本事，他早就被虐死了，还用得着找借口吗？所以那位河神是何等人，能如此轻描淡写的调戏女娲娘娘，还能随手封印一条大罗金仙天龙？难道是一尊上古准圣？申公豹的目光瞬间变得无比骇然。在他看来，现在的准圣都只是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的存在，有望问鼎天下的存在。看来是时候换个方向了。申公豹摸了摸自己的胡子，陷入了沉思。有一尊准圣坐镇，还有蛙皇宫中的女娲娘娘在背后支持，这让他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玉虚宫虽然同为圣人道主，实力同样还是很强的，但是申公豹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给老大当马仔，总比当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强吧。后退，撤！陈塘关上，飞龙一出现的那一刻，敖广就已经明白，这一战他们输了，不像上次那样被人打得莫名其妙，心不服口不服，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战败了。大哥，老四好像失踪了。南海龙王硬生生承受了一记降龙拳，口中喷出一口鲜血，此刻急切地说道：“之前北海龙王传音告诉他，北海龙王自己要捉拿哪吒，所以他们三个才会出手对付降龙。然而现在什么动静没有，反倒哪吒那边多了一条大黑狗，除此外没其他变化。逃了吗？没时间多想了，赶紧跑！”东海龙王立刻把自己身上的封印解开。事实上，在这一刻，已经有不少海族解开了双臂，都快没命了，还封印有什么用？好，这一幕让四海水族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100%的空手入白刃，这也太变态了吧！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毕竟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光头杀手。好，砰！滑稽至极的一幕顿时发生，一众水妖刚刚腾空而起，还不到100米，便再次跪倒在地。好惨！哪吒拽着手里的狗绳，嘴里不停地叹息着，太可怜了。饶是太乙真人，也不禁感到自己的膝盖有些刺痛。在此期间，陈塘关内所发生之事也在快速发酵，很快整个3界都知道了，毕竟这可是一件大事，四海龙王都失踪了一个。